好，環球大戰線最後一個節目的環節呢，我們要來討論科技的議題。過去2年哦，美國呢持續加碼這個晶片的出口管制，劍指當然是中國要抑制這個最大競爭對手的科技發展。從輝達的 H100、B200這些晶片呢，到先進設計軟體，還有先進製程的裝備，再擴大到這個涉軍的企業清單。整體的戰略非常清楚，就是希望呢要延緩中國 AI 算力追上美國的這個步伐啦。不過此番的打擊真的有用嗎？反而會不會讓中國的 AI 生態現在走出了自己的一條路線呢？我們來看到中國的科技大廠華為最近也是動作不斷，在今年第4季呢要推出這個進軍韓國 AI 硬體市場的主角，就是這個新一代的算力平台昇騰950，還有這個 Atlas 950 SuperPad。要知道，這不只是一個產品它是一個 AI 基礎的設施方案。那而且產品力一旦維持中國這個他們的競爭力，就是高 CP 值、高性價比的東西。這一套東西的價格呢，只要輝達系統的1/4而已，25%，你就說甜不甜吧？當然它的效能还要持續有更多的評測跟觀察，但至少這個價格是很有競爭力的。那黃仁勳呢都已經多次表達了，你美國限制晶片不賣給中國這樣的做法，他認為長久看來是不健康的，這只會逼出更有競爭力的中國 AI 發展而已。所以呢，當中美世界2強在這個賽道上的競逐，我們知道現在已經進入到2026的下半年了 ，AI 還有很多的潛力持續在往前跑。想請問一下賴老師，你的觀察，中國大陸現在進入到2026下半年乃至未來，現在發展前景是不是越來越看好？我覺得這個趨勢很明確了啊。因為過去好像他們在質疑的，就是說中國大陸的 AI 晶片的發展趕不上這個英偉達啊。那他們有幾個理由啊，也有幾個推論。第一個推論就是說你的生產能不足啊，就是說好，你的技術突破了嘛哈，你比 H200還要H20還強了，但是問題就在於你的產能不夠，你的良率不夠，他們一直在強調這一點。可是你想想看，在這麼短的時間內，中國大陸現在已經要賣給韓國了。要賣給韓國，這個對於這個黃仁勳來講，他有壓力了。是，因為 H20他當初做很多，可是本來以為說中國大陸會買，結果大陸一片都不買。他後來也承認一片都賣不掉。那賣不掉，那你要往別的地方銷售。而中國大陸現在直接告訴你，因為韓國現在也想發展 AI 的重鎮，也想 AI 的中心嘛啊。那韓國已經在發展，那所以韓國在這方面的投資不會吝嗇的。是。那中國大陸現在開始往韓國的市場來，那你 H20你要不要往韓國地方賣？但是問題就在於，我告訴你，我的昇騰的性能比你好2點多倍，這第一個，但我價格就你1/4，白菜價，你能不能贏我？你不能贏我的話，那你就進不去。那你當時指控說，中國大陸的產能不夠，可我已經告訴你，我產能夠了，我還可以外銷了。我除了我14億人口的市場我吃下來以外，我還可以外銷。我現在還做一件事情，那也就是說，我要打敗你。我覺得現在英偉達面臨的已經是可能中國大陸要打敗英偉達，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，如果美國政府到目前為止還是執迷不悟的話，整死英偉達的不是華為，也不是中國大陸的這個那個 AI 的晶片廠，是美國政府自己把他自己的英偉達整死。那再来，我們還要看到《華爾街日報》的消息指出呢，中國人工智慧在資安的領域進展呢，也已经是逼近美國企業現在的頂尖水準了。最近一家公司又吸引大家的注意，就是这个智譜 AI。他們推出的這個開放權重的模型呢，在尋找軟體 bug 漏洞的能力已經是媲美美國這個 AI 的新創公司 Anthropic 它強大的模型效能。所以這一場競爭呢，不只是在 AI 公司，包括了中國車廠也想跳進來一起加入這個熱鬧的派對。比亞迪等企業都要開始自行設計自己的車用 AI 晶片了。從逐步降低外部供應鏈的依賴，還有寒武紀這一些巨頭市值突破兆級的人民幣，他們都在看出資本市場現在還是持續看好中國整個 AI 的內需發展。所以中國 AI 算力這張王牌，當模型、晶片加應用這一整套生態系形成一個完美閉環的時候，你美國科技的阻擋，你不止沒有擋住，反而還激起了中國這些 AI 科技從業者奮發向上，就是要做給你看，我可以比你做得更好的這股底氣。那是不是現在中國體系的 AI 進化
在下半年甚至是未來這段時間都大有可為。尚志哥，這個你熟悉的。对，其實是這樣子。如果你現在還認為美國卡這個中國大陸 AI 發展，中國做不了晶片，中國沒有光刻機，然後中國沒有光刻膠，如果你還是處在這個狀況，你真的落伍到應該去撞牆了啦。現在我們剛剛有關於這個昇騰晶片950 PR 開始賣到韓國這件事情是很驚悚的，它的驚悚程度就像去年很多人在2024年、2025年才赫然發現，全世界7奈米、14、28奈米以上成熟晶片的這一些，我們講半導體晶片，各位70%都是中國大陸做的了，因為中國大陸光刻機收才70%。2025年他們在賣我們不要講先進晶片，台積電最厲害的成熟晶片，已經賣到8300多億人民幣。2025年整個銷售的狀況，人家生產晶片已經又便宜又好，賣到全世界。所以接下來今年是不是 AI 晶片呢？你以為還做不了。所以剛剛講這個華為這個事情是很重要很重要。好，事實上其實不止，我們講 AI 的部分有硬體軟體，大家要有個概念，都知道 ChatGPT 對應的中國大陸的大數據模型就是 DeepSeek。剛剛講的部分，屬於這個智譜，它的部分是 GLM 5.2，全世界真的非常關注，因為它現在跟美國另外一個現在就是最頂尖、最厲害的這 Anthropic 的部分的它的這個 Claude， 他們都是 AI agent。作為 agent， 他們可以處理跨部分，把你軟體帮你定，就非常非常強大。那智譜這個現在 GLM 的 5.2， 最近是全世界關注，為什麼？因為就在前幾天，在加密貨幣市場非常重要的 Coinbase， 他們正式宣布不用美國的 AI 了，他們正式要用智譜的這個 GLM 5.2， 跟這個他的創辦人的學生，他的做的 Kimi， 他要用他們來搭建整個加密貨幣的系統。而且我要注意哦，包括前 Google 的，現在我們都自為是 AI 先知施密特在今年年初的時候還說啊，中國的 AI 距離美國還有1-2年的距離，結果他前幾天改口說大概剩半年。意思就是今年年底，中國所有的 AI 硬體跟軟體都要跟美國完全追上。要知道 AI 不是只有軟體哦，因為中國自己內部 AI 跟機器人的需求，它帶動了中國自己內部的包括感測器，包括很多 AI 的零件。也就是說 AI 這件事情，它帶動了中國部分的這些硬體的，包括機器人服務的工業的機器人，包括這些所謂的這種柔軟的這種感測器。所以其實 AI 不是只有軟體，它還帶動很多硬體。這就是為什麼華為的晶片作為 AI 晶片已經生產到不止全中國都夠供應，還可以賣到韓國。韓國是因為他們就是手個短襪哦，這個手個短襪這件事情是全世界現在做不來，尤其輝達又這麼貴的情形之下，所以我們要注意的，現在在中國的 AI 概念當中，不只是華為昇騰有自己的 AI 晶片，包括成熟晶片跟剛剛講先進的晶片都能夠有足量的生產。好，它的晶片又在自己的架構當中，不再用輝達，不再用美國自己的架構，而且開始有強大的這種能力。最重要、最厲害，他們就便宜。他們用的 token 的部分，他們現在有一個做法，就是你買我的部分晶片跟我的系統，而你需要的 token 由我中國這邊便宜的電源層的 token 一起包給你，你這怎麼拼啊？所以我覺得這個整體的部分，包括產業模式跟個別的技術、軟體、硬體的帶動，是這一波到今年年底之前，我們就看到中國趕上美國的整體 AI 產業的全面性。是哇，謝謝尚志哥這個慷慨激昂的分享，因為他一定是有很多這個產業的消息啊。就知道現在中國的追趕腳步，還有我們來賓經常強調，一旦一個領域被中國打成了白菜價之後呢，整個市場就等着它收割了。AI 會不會是下一個這樣進入這樣的情況？感覺時間已經很近了，因為就連 AI 教父黃仁勳他都親口承認，擋不住中國 AI 的這個時刻啊，真的很快就要到來。那如果中國出品的 AI 能夠衝出我們剛才說的國內自己14億人口的這個市場內需，我們觀察到外銷到韓國這一步很重要哦。韓國之後呢，下一個會是誰？歐洲嗎？還是跟中國交好的這些南方國家，會不會都會之後提前用中國的這套生態系統卡位？未來就是中美2套系統在全球分食掉所有的 AI 掌控權。
這就是一個非常大的戰略跟布局了。那我想問一下黃艦長，你的觀察，覺得未來這個趨勢怎麼看？首先 ，AI 成長大概分3個階段，第一個就是晶片，晶片就是它的速度要快；第二個是模型，學習模型，因為你速度快了以後，它要有大數据啊，跟使用者互动，它慢慢的在成長，它会越來越聰明。那第3個階段就是實際的應用，到了實際的市場。那這3個哪一個重要？當然是最終的市場重要，因為使用者覺得好用，我才會去付費。好比我現在就有用 ChatGPT， 我也用 DeepSeek， 對，我非常熟悉這些東西。那我是長期靠文字寫作的，是我這樣子舉一個例子啊，好比說我有一個幾千字的文章，對，我叫無論是 ChatGPT 或是 DeepSeek， 我說請你去抓錯字，改漏字，或是改一些那些不好的用詞。我輸入之後，這麼幾千字，大概就是1秒2秒，啪，全部露出來。好，這是速度。那接着你就要去問了。我如果等4秒會差很多嗎？不重要，4秒不重要，重點是它的邏輯是不是好的，改的是不是很好，是不是改得非常棒，這是使用者在意的。只有極其少數的很大型的機構做很複雜的問題，他會非常在乎時間，否則他的時間再怎麼樣都比我們要快很多。我現在特別講靠文字吃飯的人哦，如果你現在不會用這個，你一定被淘汰。這是我現在說的。那接着你就要看所謂的算力。這是速度，這是中國目前輸的，因為晶片這一方面似乎還沒有趕不上美國，對不對？對。但是所謂的邏輯啊，它那個算法成長的這個過程，中國是贏的。為什麼？算法基本上是數學頭腦，我就是軟體工程的人。我們在國外，我們很清楚我們的數理是遙遙領先全球的所有學者。我們坐在那裡面，我英文都講不好的，理工大概只有我能發問。這是我們。因為中國人的數理就是比較好，所以你看比較到最後的時候，也許硬體沒有辦法完全突破，可是你要知道，大部分人在乎是最後的那個，你告訴我的結果，我可以忍受從2秒到4秒，那一點不是問題。但是我希望你是一個很邏輯的，那就是靠中國能力的算法，所以最終 AI 獲勝的。